哈萨克斯坦借道中国向日韩出口资源，这次为什么我们同意了？中国幅员辽阔，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十分方便物资出口，而作为我们邻国的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其出口商品要借道中俄。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的码头和港口项目，使其资源能借到中国出口，这是为什么？中哈有哪些合作项目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1.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中亚5国之一，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其北部是俄罗斯，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接壤，东部与我国的新疆为邻，西部是里海。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 272.49 平方公里，人口 1912.5 万。该国地势自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其境内多为平原和低地。哈萨克斯坦的山地多分布在该国的东部和东南部，这里有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天山等众多高山。该国境内的最高峰是汉唐格里峰，海拔约6995米。哈萨克斯坦境内有 4.8 万个大小湖泊，主要湖泊有斋桑坡和巴尔喀什湖等。斋桑坡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原属中国，是一个淡水湖，地处阿尔泰山脉和塔尔巴哈台山脉之间的凹地上。斋桑坡上建有布赫塔马尔水库，水库建成之后，斋桑坡的面积扩大至5500平方公里，湖水的平均深度为11至13米。巴尔喀什湖是世界第4长湖，其面积约 1.8 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6米。我国新疆最大的河流伊犁河就注入巴尔喀什湖的西部，为其提供了入水量的 75%到 80%。巴尔喀什湖的东部缺少河流注入，因此形成了西淡东咸的一湖两水现象。巴尔喀什湖的北岸是著名的铜矿带，这里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炼铜中心。哈萨克斯坦西部虽然是里海，但是里海只是一个内陆湖泊，因此哈萨克斯坦依然没有出海口。该国资源丰富，境内有石油100亿吨，煤炭39.4亿吨，天然气1.8万亿立方米。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主要依赖资源开采以及农牧业，该国工业基础薄弱，加工工业以及轻工业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日常消耗品需要进口。根据哈国数据，该国2022年的 GDP 为 101.5 万亿间隔，同比增长 3.2%。2. 哈萨克斯坦借道中国。2023年12月23号，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项目落成投用，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哈萨克斯坦铁路物流投资的项目。该项目的开工时间是5月18号，也就是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期间。根据相关消息，西安码头项目位于西安国际港站，占地约120亩。该项目的承建方是陕建集团，从陕建进场到项目投入使用，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西安码头项目的建设目的是在中国建设一个哈萨克斯坦的商贸物流集散中心，因此园区主要包括货物仓库和集装箱堆区，以便与西安国际港站快速对接，满足其物流需求。类似的合作，中哈之间还有很多。2006年，我国批复设立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2012年4月正式封关运营，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封关运营的跨境经济合作区。2011年，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总公司主导开发了霍尔果斯东方之门经济特区。该特区是哈萨克斯坦的10大经济特区之一，位于哈萨克斯坦最东部，距离我国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约15公里。该项目落成前，中国没有集装箱货物经哈萨克斯坦运往欧洲。项目落成后，仅2018年就有约40万个集装箱从哈国过境。其中，中国至欧洲方向的集装箱同比增长了 54.6%。2013年，连云港市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物流项目合作协议，计划建设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该项目的总投资超过30亿元，2014年5月19号启用。哈萨克斯坦签署该物流协议的目的是计划将其借助我国的交通线，将部分商品出口到日韩、东南亚等地区。主要的过境货物是小麦、谷物等粮食作物。3. 中国同意哈萨克斯坦借道出口的原因。
2023年，蒙古国曾向我国提出，希望免费租借我国天津港，方便其向日韩出口稀土，但是我国并没有同意。那么，为什么我国却与哈萨克斯坦建设物流中心，允许其借到我国呢？首先，蒙古国出口的稀土是重要战略物资，是国防和高科技产业的必需品。日韩一直跟着美国对我国科技产业进行封锁打压，尤其日本一直野心勃勃要扩大武装，因此答应蒙古国的要求完全是自找麻烦。而中哈联运港项目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粮食作物，西安码头的合作也更多集中在中哈之间，同时中哈之间的货物运输量也在不断增长。截至2023年底，已经达到了2600万吨，同比增长22%。2022年，中哈贸易额创新高，达到312亿美元，同比增长23.6%。中国对哈投资额达到230亿美元，因此与哈萨克斯坦合作物流项目能为两国提供一个更加方便的合作平台。而且，即便是哈萨克斯坦想借助其出口重要战略物资，我国也并不是将主动权完全交给哈方。其次，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国在中欧交流方面不可撼动的地位。自2014年以来，超过50%的中欧班列经过哈萨克斯坦。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传统欧亚运输线受阻。根据2022年的数据，经哈萨克斯坦的中欧班列数占全部的83%，其转运作用更加突出。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哈物流合作，2023年10月27号，西安国际港务区又与哈铁合作升级，共同启动建设了阿拉木图中哈物流场站项目，以促进两国更深层的双赢合作。